今天是2025年农历的最后一天，除夕。我来到中国贵州黔东南深山里的一个古老村寨肇兴侗寨。千百年来，这里被青山层层环抱，它是侗族文化的发源地，被称作侗乡第一寨。鼓楼下的长桌宴，篝火旁的侗族大歌，夜幕下的烟火和祈愿，我在这里度过24个小时，看一座深山里的古老村寨是如何迎接一年里最特别的一个夜晚。哇，这个寨子出乎我的意料，我起先以为像西江秋苗寨那种房屋都很崭新的，很多呢是这个外来的商人啊租赁他们的房屋做民宿、做餐厅啊。但是这里的话，我觉得还挺原生态的，因为能感受到这个房屋它有年代的质感啊。我刚来这个地方20分钟啊，我觉得它比西江秋苗寨要更吸引我。主街就是这个景区最商业的地方，最游客化的地方。我们往这个主街左边的小巷子里面去看，这里又有一座风雨桥，这风雨桥上面的一些画作，你看，侗族儿女啊，世世代代耕牛、骑牛。看这些风雨桥，它的木头的纹理啊，都是很有年代感的。这种的话，让人真的相信这个地方很有这种历史的底蕴啊。木头都是很旧的啊，我喜欢这种感觉。是吧？我们看到啊，这5座鼓楼呢，也不全是分布在主街两边啊。像这个是看到第2个鼓楼，这个鼓楼是真的古色古香呀。这叫志团鼓楼啊，这第2鼓楼，前面是信团鼓楼。民族振兴啊。各种侗族广场舞1等奖啊，第1名，围了4条长桌啊，这里有个火坑啊，冬天烧火取暖的。你看上面都木头被这个熏黑了，被这个火塘的这个烟火给熏黑了。勤俭啊，为弘扬芦笙节友谊。每个鼓楼下面都堆放了很多的芦笙啊，看这个小巷子很有特点。我看到这里有一间画满了壁画的一个房子，这个叫设计堂，还有一些图案哦，很精美，还能体验蜡样呢。你看。长安侗寨是肇兴侗寨以外的另一个侗寨，距离这里有8、9公里吧。那边有很好看的梯田，有那个景区的摆渡车开过去。看，就是这个摆渡车10块钱，电动车租赁啊，好像是80到100块钱一天。现在6点多了，就开始亮灯了啊。这烤栗子，手打糍粑10元一份，土豆饼3元一个。要不要啊？杯垫，手工做的。哦，这个有制过显的，代表四季平安，这个有拔过的拔味高的。铝拍店，地道乡巴佬。
还有明星打卡餐厅。蓝调时间啊，亮灯了。这一个藏在山谷里面的小镇啊，小寨子。哇，好有烟火气啊！你看很多卖菜的，卖菜卖猪肉，已经有人放鞭炮了，小朋友们已经迫不及待过新年了。坦白说，虽然它亮灯以后，它的这种灯光的效果跟规模比不上西江千户苗寨，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种淳朴的美感。你看，那鼓楼也亮灯了。这是自己养的土猪吗？就是老人家养啊。这五花肉14块。嗯。哇，亮灯了以后，这个寨子的小朋友已经放烟花了，但是挺危险的，因为这里很多是木头房子的，所以到处能贴到这个消防的警告啊，消防的一些告示。肇兴侗寨地处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地处黔湘贵3省交界处。黎平县呢，居住着侗族、苗族、汉族、瑶族、水等民族，人口57.9万，其中侗族人口占70%，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卖什么哈？这豌豆尖本地的好实惠的，3块钱一把，都是您自己种的吗？自己种啊，一样自己种的。啊，菠菜。我家有3块，桃2块，这个有4块，1斤的。1斤，1块钱。1块钱一把。其实这个侗寨的规模是挺小的，从航拍我们也看到啊，从最南到最北的话，大概也就1公里左右吧，就走完了。但是呢，五脏虽小啊，麻雀俱全。双滩鱼，到底双滩鱼是侗家的一个特产美食，还是苗家的？我们看一下这个鼓楼，木房子有一些蜡养的 ATM 机都是有的。这个时候是最美的，因为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去，有一种暧昧的蓝色调，然后呢，鼓楼的暖黄色的灯又亮起来了，好看吧？它又不是那种就是风风火火的哈，就是很多人簇拥着追捧着那种景点，它是静静的，可能是有一点点无人问津的，但是独自美丽的，偏安一隅。猪肉啊，本地猪肉。看一下，它每个鼓楼都挂了好多这个芦笙年度总冠军呢。官方简介上，肇兴侗寨始建于南宋正隆5年，即公元1160年。肇兴的先民呢就在这里建寨定居，距今已有860多年的历史。在2001年的时候，肇兴侗寨及鼓楼群列入大世界吉尼斯纪录。2005年，肇兴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古镇。红色的米，白色的米。
这是你缝的？是啊，是有手工进的。全手工的。全部手工的。小卖部，是叫贡柑是吧？对，它贡柚它蛮好吃的。看一下肇兴侗寨摆渡车。这是排骨。这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点，是不是我不知道的。很香的，现烤现卖的，我们每天都是烤新鲜的。双汤脆皮香猪肉粉17元1份。我们先去鬼屋搜了。这个叫脆皮香猪米粉啊，这个手工粉啊，吃好了。崇江香猪是挺出名的嘛，好多店有这个脆皮香猪这道菜啊，现在是当地特色。我刚才吃的时候觉得还不错，咸淡适中，那个皮是脆脆的，肉的话挺嫩的。冻竹茶。果然，它这个就是戏台啊，信团戏台。肇兴安潭梯田乘车售票点。凉风习习的。这好像还有一条夜市街。这是航拍看到那个湖，肇兴侗族文化展示中心，明天再来看。风雨桥，难怪民宿主人告诉我这里早晚温差大。下午的时候还觉得有点热，但晚上的话，凉风吹也特别凉爽。像明天啊，好多的餐厅都不营业了，因为明天是除夕。这个湖泊上面有这个水车，这就是侗寨大门。已经有人放烟花了，看看这个古典美的。在肇兴侗寨的侗族博物馆里面，我看到介绍啊，侗族3大宝，一是鼓楼，二是风雨桥，三是侗族大歌。咱们一个一个聊。先说鼓楼，为什么每个侗族村寨都能看到大小不一的、规模不一的这个鼓楼呢？是因为啊，鼓楼呢是侗族村寨的精神中心和社会核心。在肇兴侗寨的侗族居住区，每个村或族群都有自己的鼓楼，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文化象征和社会功能中心。因为啊，侗族村寨没有书面文字跟复杂的制度体系，鼓楼承担着村民集会、议事、制定规约，甚至解决争端的功能。村民遇到重要的事务时，会聚集在鼓楼下讨论、决策和协商。那么鼓楼顶端呢，悬挂着鼓跟敲击器具，被用于传递紧急信息跟召集村民。古时候遇到自然灾害、盗贼骚扰等紧急情况，击鼓可以迅速让整寨集合，共同应对。同时呢，在节日、婚丧、嫁娶、祭祀等重要场合，侗族人也会在鼓楼附近举行大型的传统活动，包括侗族大歌、仪式、祭祀、迎宾送客。肇兴侗寨有5座鼓楼，分别是仁义、礼、智、信啊。
千年侗寨。时光边缘的古村落，肇兴侗寨。好，回到民宿了。哎，我才注意到房间有这个装置哦，很少见了，应该是消防用的吧？水喷头啊，而且呢，这里还有个逃生绳。我在席间秋苗寨的民宿也看到这种哦。下了点小雨，还挺冷的外面啊。昨天挺热的，然后今天这么冷，一下子气温降了约10多度呢。哎，今天关门发现多了一个福字啊，昨晚入住的时候好像还没有。今天的温度10度啊，昨天23度，下起了小雨。感觉小雨以后这个满山翠绿。早上8点钟，今天是2026年2月16号，除夕日，变得宁静了好多呀。水车，侗寨大门。路上行人雨纷纷，好宁静啊！一下子变得不像一个景区了，就倒像一个返璞归真的大山里面的侗族村寨。撑着小伞啊，走在石板路上。今天晚上在这里有一个团圆宴，也是年夜饭了，在异地他乡和四面八方的和大江南北的游客一起吃年夜饭。早上一个人都没有，路上。虽然没有行人啊，但是这些侗族的一些文化民族展示厅已经开放了。黎平县侗族大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看能不能看一次侗族大歌。侗族大歌是一种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复调式的民间音乐。各种琵琶，红州琵琶、上重琵琶、敬酒歌、拦路歌。侗族大歌啊，都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了。侗族大歌世界文化遗产牌，侗族大歌升仪颁证仪式，春晚肇兴分会场。就好喜欢这些图片。天啊，人们都还没出门，或者是因为小雨不想出门，反而有一种别样的情调啊！这个路上，侗族黑女变装，白色女变装，侗族男装啊，这个一个人独享整个展示厅。黎平永崇侗族女装，侗族女装啊，这个地方的话，各个县城啊，甚至各个乡镇，它的一个侗族服饰可能都各有特点，不一样。这个是上重的红色女便装，黎平南疆侗族女装，肇兴侗乡
资阳绣特色产业基地，黔东南州风雨桥展示馆，介绍风雨桥的文化的。现在是这个肇兴侗寨旅游的淡季啊，蜂窝斗拱、吊瓜、风岩板，侗族风雨桥高超的建筑技艺。在贵州，风雨桥分布最广泛的就是黔东南州。目前全州境内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的，列为不可移动文物的风雨桥共有113座。风雨桥又称花桥、浮桥、接龙桥、风水桥，多指中国侗族地区的一种亭廊式桥梁建筑。作为侗族3大宝之一，风雨桥被誉为侗族文化在建筑艺术上的结晶，寄托着人们追求风调雨顺、天地人和、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小雨淅淅沥沥的，更显得这片山谷的一个幽深宁静。侗族大歌行歌作乐，银罐超大的，5.9公斤。这个就是侗族的鼓楼啊，这个是一个侗族的民族展示厅吧。侗族人口分布，侗族村寨都有多个房族组成。侗族的婚姻崇尚自由婚姻，男女青年的婚姻一般经过行歌作乐、赶奥王山等恋爱习俗确立。煞崇拜，侗族称为煞是祖母的意思，是侗族传说中护寨安民的女首领。祭煞是侗族村寨隆重的祭祀活动，逢年过节或有重大活动，一般都会举行祭煞仪式。地平花桥，就是地平风雨桥的一个展示。黄岗侗寨，一个小推车，就是一个猪肉摊，移动猪肉摊。除夕日逛中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啊，黎平县的一个集市，等于说是9点之前允许你在主街两边都售一些自家的特产农产品啊。嘿嘿。都是有机蔬菜吧。那阿婆自己种的萝卜啊、芥菜、兔子，这是仓鼠，对，是买回去当宠物吗？还是吃？哦，咱们这边吃这个东西啊。是啊。啊。一个可能20吧。论斤卖。论斤。1斤多少？1斤25。红烧或清蒸啊。我还从来没知道这个东西能吃呢。很好吃的。这是养的还是野生的？养的。就是自己放在田里，都是吃稻草的，就是稻花鱼。哦，稻花鱼。1斤啊。就在这个信团鼓楼前面摆摊，一个临时的菜市场。这自家养的鸡鸭鹅，251斤，好多人都挺吃惊的。那个仓鼠是用来吃的。鸡养了多久了？这个吗？这个也差不多8、9个月了。8、9个月了。为什么长大的？稻谷啊。魔芋自己做的啊？自己做的啊，5块钱一条。哦，还下了点小雨。那鼓楼里面的火塘在烤火取暖，真的温差好大呀，早晚。
我们吃个早餐啊，吃这边的特色牛羊肉粉。卖折耳根啊，大概一捆的话1块钱。哦，这是淮山，这么大一根淮山，3块钱一斤。我是几种啊？炒鱼20块钱一斤。嗯。也不长啊，这个菜市啊。哦，称这个铁篓子啊，减去铁篓子的重量就是鸭子的重量。看这户人家面前就是个小水塘，我就闻到那个米酒的香气了。烧米酒啊，好香呀！这个烧的米酒是自己喝还是卖呢？是自己喝。自己喝。然后那米酒是低度的。米酒是低度，那我们喜欢的低度。那高度酒的那包谷啊、高粱香啊，25度。25度啊？25度左右。就是喝多了那个高粱酒以后再喝这个米酒，像是喝水一样，有点。那你喝的那高度酒了。好嘞，谢谢你啊，我到处逛一下。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侗家油茶8元一份，手打糍粑。就是自己种茶，就是山上自己种的。糯米是糯米的。糯米的榨的那个，然后往里面倒茶。对。你是手打糍粑也好吃的，你强一点点，免费品尝。早上熬的茶啊，泡的茶。对。啊，放这就好了，谢谢啊。黄草叶哦，黄草花糍粑哦，油茶，它里面有4样东西啊，除了茶，还有花生米，香脆的一个圆圆的。在贵州侗乡，油茶是当地人每天常喝的饮品，冬季尤为受欢迎，可驱寒暖身。待客的时候呢，敬油茶是侗族重要的礼仪之一，有时伴随敬酒敬烟的礼节，是表达尊重和热情的一个迎宾方式。在一些侗族乡村，老年人从小就学习油茶制作，被视为民间技艺。侗家糍粑，这糍粑不错，软软糯糯的，裹上这个黄豆粉，清甜的味道。这糍粑不错的，那黄色这个是什么？哎姐，这是玉米饼吗？这个是糯米粑。糯米粑粑。糍粑，这个是栀子，是那个山上的野栀子来哦，这是烤兔子，啊，好肥的兔子。18块一斤。这兔子养多久了的？这差不多1年多了。啊。咱们，你们这个40块。41斤啊。哎，我听民宿推荐说这家花姐糯米饭不错。
今天好多的摊位啊，已经是收摊回家了，回家过除夕了，只有少部分还在营业。嘿，你好，咱们这边的香猪是吧？香猪包糯米饭。哎，我们家在这里的很近的，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做呀。你那个是直播的？哇，这么多！不辣的的。不辣的。好看吗？好看。切成小片啊。对呀。就把这放里面。哇，这里好多的摊位都关了啊。没人嘛，他们没有来的呀。嗯。过1-2天他们就个个都来了。那个勤快哦。对。真的勤快。放酸菜了不？放一点哈，酸菜。哇，有点。这五花肉烤了切片，放在这个糯米饭里，10块钱一份啊。有点烫。为什么要发明新年除夕呢？这个叫什么？每逢佳节倍思亲啊！竟然让在外的游子啊看到一只白黑相间的小猫啊！彩色糯米饭包烤肉刚才这个酸菜的话，双咸，然后烤肉就是还挺焦香的，糯米饭呢也不错啊，所以吃起来还挺好吃的。放养的鹅哦，这个湖里面还养了一些鹅，看一下这个古色古香的风雨桥、喜庆风灯、祭煞点、采歌堂。油菜花黄的好鲜艳。每天早上10点钟呢，在侗寨大门这里啊，会有一个迎宾表演。这个就是一个南门的道具。已经聚集了一些想要看迎宾活动的游客，天南地北的一些家庭啊，来到肇兴侗寨过春节。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侗族的一个习俗——拦路歌。拦路歌是侗族迎接宾客时独特的礼俗歌。
高水呀金忙，呀金忙，独孤独孤刷干香嘞，独孤独孤刷干香嘞，独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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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独孤独孤独孤，真咁来样哎，金鸡梦花门锁心，北老家得家乡。你阿根唱赛当，唱赛当，呀啦呀啦耶，呀啦耶，呀啦耶，美丽的东仔哎，绿水青山好风光，鼓楼下把歌唱，千年的东歌唱给当，唱给当，呀啦呀啦耶，呀啦耶，呀啦耶，梦想的人民声声把歌唱。唱给祖国，唱给共产党，走上了高铁，又迎上启航，幸福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呀！嘿，梦想的人民天天把歌唱，唱给祖国，唱给共产党，迈进了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美好的生活，幸福万绵长呀！嘿，嘿嘿嘿嘿，就爱定的家庭娘子在嘞，娘亲自在多百姓嘞，多是百姓开塞，您没老嘞，您没老在拉本拉盖嘞，开赢嘞，开赢嘞，赢嘞。mình lại cha mai điều gì dài biểu hề cha tăng nó này điều gì đó biểu hề điều gì đó ai sai nhìn mày lao biểu hề nhìn mày lao dài la bất la cài lẹ cây có biểu hề mình lại cha mai điều gì dài lệ ai điện lệ ai điện mong gia cùng đời đó mà cha mình sinh lệ ai điện lệ ai điện cha chỉ mình sinh ai sai mình mày lo lệ ai điện lệ ai điện nhìn mày lo dài la bên la cài lệ ai yên lệ điện Ba em nè, ô ba ma đây, ô chị ba ma đi em ba nè. Gọi má lên. Ra lại. 人家请进来，赶紧坐啊！我是金堂家的娘亲的爱情理想也要大一点。感谢我们2位朋友的参与啊！怎么样？今天上午的第一场演讲就结束了啊！等一下呢，团圆宴报名88元一位。你等一下，团圆宴对吗？对，你们稍等。前面我们聊过了侗族上那堡的鼓楼跟风雨桥，现在我们来看侗族上那堡最后一个堡，就是侗族大歌。侗族大歌在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认识侗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侗族大歌是侗族人民世代传唱的无伴奏多声部合唱艺术，被称为侗族文化的灵魂之歌。常常呢在鼓楼、村寨集会和日常生活场景中呈现，是集体参与的社区文化活动。侗族大歌如同一部口述的百科全书，记录着侗族的历史、信仰、风俗和道德。为你我嘞，祖国的财满。
这是今晚的团圆宴，也是年夜饭。这个已经在备菜煮菜了，中午的11点左右。这是笋吧，据说有11个菜，10个菜一个火锅啊。这珍珠藕丸，手写春联，除夕夜贴春联了。手写的，一对多少钱？一对这种1.5米的是20块。啊，20的还送一个福字。红包对联。崇江站啊，从肇兴侗寨来到了崇江站啊，除夕夜还在东奔西走的。你看这个高铁站几乎没有人。今天是2026年2月16号啊，除夕日，明天就是农历春节大年初一。希望屏幕前的你啊，免去一生的颠沛流离啊，跟最爱的人团团圆圆。一年里最后一天的一个贵州小小的高铁站的景象。我在高铁站的候车厅思来想去好久啊。原本我是打算在肇兴侗寨过除夕夜的，包括除夕夜的民宿的住宿费，还有肇兴侗寨年夜饭团圆宴的一个餐费我都提交了。但是下午突然想离开侗寨去广州，这其中的原因有些一言难尽啊。于是经过4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从贵州崇江来到了广州，并记录下了除夕夜跟大年初一广州的景象，并发布了这集影片。
接下来的广州视频呢是内景片就没有来得及呈现的。你看轰隆隆的响啊，远处在放烟花。来吧。開心條嘅啊，幾好用。看这个桥多大！马到成功，羊城春早，小马，好萌啊！除夕守岁，喜乐相随，朋友们，除夕快乐！现在从珠江北岸走到珠江南岸了。今晚睡觉肯定好入睡，今天可太累了。早上拍这个贵州肇兴侗寨的一个清晨的市场呀、街道呀，下了这个动车，马不停蹄又来这里拍摄广州的除夕夜景。2026年2月16号10点36分，你看这个珠江北岸的那最高的2栋摩天大楼，它的灯光已经熄灭了。我还没上过去呢，以后再上吧。这就回去了，虽然10点半，但因为我还要回去剪视频。明天大年初一我要发一个春节的壮族婚礼的视频，所以回去还要工作大概2个小时。扶梯口人多，站台中部还有窗门可以上窗。下了扶梯的乘客请往站台两边走。还有4分钟就迈入新年了，朋友们，广州还是挺安静的，烟花爆竹应该是没有了。如果可以的话呢，现在应该就响起了，就像一些小县城啊、乡村一样。很远的地方好像有鞭炮，比一个小小的乡村还安静。一个小小的乡村这个时候已经鞭炮齐鸣了。每年这个时候呢，我就在家里面已经把这个打火机拿在手上了。我记得我印象中每年这个跨年的时候啊，都是挺冷的，都要穿外套的啊。但今年你看，这个穿个短袖就可以了。我们倒计时吧，3、2、1，大家新年快乐，马年大吉啊，马年行大运，马到成功。就是刚刚0分的时候，就鞭炮就响起来了。有鞭炮，但是烟花比较少，都比较冷静啊。在乡村里面的话，就比较这个放肆了。你看那边的这个玻璃幕墙反射那个烟花哈，烟花不算多吧？这么大一个城市来说，它只有零星的地方有这个烟花。现在0点半了，这是广西南宁啊，现在还在放烟花，这是直播录像哦，朋友们。如果我当时不是来广州回南宁的话，就看到很多放烟花的了。但是落子无悔啊，既来之则安之啊。2026年2月17号，大年初一，朋友们，新年快乐！